大家早，早，很高兴又能够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，一起思想他的话语。当答案不够时，也真的是会让我们感到困惑。从小到大，我们就要面对不同的问题，不同的人生的难题，而且越来越多。有一个数学老师在教小学生很难的数学，学生们有很多的困惑，因为很不容易。老师教完了以后就说：“同学们，今天就教到这里。如果你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私下来问我。”有小朋友真的把很多不懂的地方把它撕下来，去问老师。老师就看看你这一张每一张撕下来，问我。老师说：“你要我撕下来问你啊？”好。撕下，怎么这么笨啊？你这样撕，把课本撕下来，我怎么跟你爸爸交代？老师不用交代，我用胶水把它粘回去。答案不够时，约伯有很多的疑惑：为什么我受这样的痛苦？是我犯了什么罪吗？但是约伯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他是一个正直的人，正直的人是一个完全人，他不会人前人后一个样子，他不是人格分裂，他是一个完全人。可是他受很多的苦，然后上帝问约伯：“你能够跟我一起同铺穹苍吗？你可以跟我一起创造这个世界吗？如果你不能，你只要信靠我就够了。”我们不能，我们很多时候不能，我们做不到。可是神能，他有答案，暂时不告诉我们。我们要做的就是信靠他。从头一天到如今，他不会误事。所以我们来看一处圣经马可福音4章35节到41节，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事迹，耶稣基督平静风浪的事迹。马可福音第4章35节到41节。翻到以后呢，由我来读单数节，弟兄姐妹读双数节。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。当那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渡到那边去吧。”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头睡觉，门徒就向他说：“夫子，上帝不吗？”耶稣醒来了，斥责风，向海说：“住了吧，静了吧。”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”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：“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”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打开了你的话语，愿主光照我们的心，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阿门。施恩恳求叫人恳求的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你话语中要我们明白的一切真知识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的道中继续长进，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因为认识所信的是谁而得到坚固，让我们时刻知道你与我们同在，你的应许绝不落空。阿门。我们单单仰望你，赐福我们以下讲道的时间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阿门。我前一阵子在一个教会讲道，因为我每天是坐捷运通勤，所以一个老妈妈就问我说：“你还敢搭捷运吗？”因为台北发生一件这个很惊人的事件，一个大学生在捷运杀人的事件。慢慢我们感觉到一个重要的题目叫做品格，品格很重要。到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才觉得要重视它。曾经法国皇帝路易14问他一位大臣叫科尔伯特，他说我很困惑，我们法国法兰西这么辽阔的土地，这么众多的人民，为什么不能够征服我们北边那个小小的荷兰呢？他的大臣科尔伯特对路易14说：“国王啊，虽然
荷兰很小，可是他们的人民的素质很高，他们人民很有品格，很勤奋，很乐观，他们很正直，所以你会觉得那么难以征服。所以品格很重要，任何堕落的个体不能够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或者强盛的国家。而制度不能解决问题，制度不能让一个人变得更好，只能够让人不那么坏。我们一位立法委员他说呢，一个人坏到什么程度要看他是什么制度，因为我们都会钻法律漏洞，我们都会走在法律的边缘，所以一个人坏到什么程度，你看他什么制度。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品格的话题。一位19世纪英国的道德学家，他的名字很好记 ，Smiles， 就是微笑，斯迈尔斯。他说，好品格是国家进步的动力。没有品格的权力是灾难。世界很多灾难来自于我们把权力交给没有品格的人，所以乱来一场，就造成很多人的悲剧。品格很重要，它是所有幸福的根源。如果没有品格，我们连小确幸都没有，发觉我们活在威胁当中。我今天早上坐捷运，我就看到一个警察，他从淡水站就开始站在那里，站到我下车，他还是站着。我坐的我都不好意思，我觉得警察很辛苦，可是他必须要如此，这不是他以前的情谊。可是我们如果没有品格，连小确幸都渴望而不可得。品格对一个人就像芳香之于一朵花。林书豪在纽约刮起了林来风，这阵旋风，纽约的记者就说林书豪救了 NBA， 他让篮球比赛变得更好看，因为他有很棒的品格，他总是归荣耀给神，总是很看重团队的合作，他让球赛变得更好看。郑捷的杀人事件呢，就造成人心惶惶。长久以来，我们营造了安全感，彼此的信任被破坏了。那么，有的人就偷偷的到庙里去求一个护身符，放在身上，希望能够保平安。我告诉各位，最好的护身符就是品格，它保护了你自己，它也保护了别人。一个人有好品格，他知道喝酒不能够开车，他就保护自己，他也保护了别人。有一个人有很好的品格，当他们到捷运走楼梯下去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已经过了闸门，他回头去到楼梯口去把一个可乐的瓶罐捡起来，他说这个瓶罐可能会叫一个人终身残废。我们随手放了一个罐子，不知道的人踩到摔倒，可能造成终身的瘫痪。小小的一个举动想到别人，这个品格很好，所以品格非常的重要。但是什么决定一个人的品格呢？一个人的想法。所罗门说，人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他每天在想什么，他找机会做的就是那件事情。一个人一脑袋从头到尾想做坏事，一有机会他就做。一个好人，他一直想着要行善，有机会他就做出来。马太福音第12章35节，耶稣说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，只是有没有机会而已。所罗门说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你要顾好你的心灵，你要警觉你在想什么，你的心思，因为生命的泉源将由它而出。心是我们行动的源头，没有对的思想，就没有对的修养。你不把心归给主，很容易被恶念所占满。每个人都有他的世界观，他对于所存在的世界的真相，他觉得如何？因为我们有从圣经来的真知识，有神的话语，有正确的世界观，就很合理的规划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人生的使命。神所启示的话语是真知识，因为只有神知道一切。大卫说，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一个智慧人，他明白了世界的现实的真相，他懂得调整自己来适应它。
督促自己要爱惜光阴。但是一个无知的人，他就拒绝被改变，他继续活在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，存着不健康的心理，继续做傻事。我们要怎么样保守自己的心呢？每天让神的话语、圣经而来的智慧和亮光充满我们心，好叫我们能够正确的思考。诗篇第1篇告诉我们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会有福。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所以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，圣灵降临日。圣灵降临日，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，丰丰富富的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，这是圣灵重要的工作。不要做糊涂人，要被圣灵充满，要被神的道充满。所以我们是主耶稣用宝血重价买来的，是天国的子民，要献上自己作为活祭。在我们活着的时候，肉身中遵行神的旨意，叫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。我们靠自己堕落的本性不能，神能。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，他要成就这功。神能照着在我们心里运行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他的热心会成就这一切。我们看见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”大卫求神让他一起看。我们中国最好的圣人曾子说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”所以我们有一个张忠谋啊，这个台积电做得非常好。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我每天要省察自己，但不够。大卫请上帝跟他一起看。上帝啊，你看见我里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？因为圣经像一面镜子，看见我今天没有梳头，看见我扣子没有扣好，不是看见走过去忘掉，看见以后修正自己。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苏格拉底说：“人会自知。”人的可贵之处在于我们能够反省。他说：“一个不会反省的生命活着没有什么意思，因为他只是本能反应。”有一对父子住在山上，他们以砍柴为生，要赶牛车下山卖柴。老爸爸比较有经验，所以由他来驾车。山路崎岖多弯道，儿子的眼力好，总是在快要转弯地方提醒他爸爸：“爹，要转弯了。”有一次爸爸有病了，没办法下山，由儿子来驾车。儿子头一回驾车，碰到弯道，他就跟牛说：“转弯。”牛不转，转弯还不转。最后他想通了，他下车走到牛的耳朵旁边说：“爹，转弯了。”牛才转弯。牛跟人不一样啊，牛是应声而动，是反射性的方式生活着，是打一鞭子才走一步。人贵自知，人不一样，人会反省，人会改正，人的生命会变得更加的尊贵，浪子能够回头，这是人不一样的地方。让神跟我们一起看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求主修正我。我们不但信了耶稣，我们要像耶稣，信耶稣，像耶稣。最高贵的品格，耶稣基督已经在人间彰显出来，他已经把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境界彰显出来。所以德国诗人歌德他说：“无论人的道德观念怎么样的进步，怎么样的发展，都没有办法超过四福音书里所记载的耶稣基督。他已经把人间的真善美，耶稣完全顺服天父，他口中没有一句谎言。他说：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耶稣基督，我们要信主，还要像他。耶稣说：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来跟从我。所以台湾社会的出路就在于要有像基督的品格。赵天恩牧师他有一个中国福音会的3化意象：中国要福音化，教会要国度化。国度的意思就是神在我们
得救的人生命中作王掌权，让我们生命像基督，文化要基督化，我们有基督的品格。我们每天所想的都是顺服天父，怎么样在肉身荣耀主，这样的文化就能够除去一切贪污舞弊的弊端，那种潜规则，那种不讨神喜悦的生活方式。所以要更多的人信主，广传福音，领人归主，要真正的认真的追求，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掌权，然后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样式。中国文化很可惜，到了台湾最末了，只剩下电音三太子，已经变得没有什么真正好的内容在里面，很可惜。先知以赛亚说：“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我们跌跌撞撞，找不到出路。”在新疆最近发生一个事情，牧羊人在放羊的时候，有一个领头羊在一个山崖上面，他看到好像有水就走过去，然后呢被一阵风刮到山崖底下，他失足坠过山崖，没有想到后面的羊就跟着接二连三的跟着跳下去，44只羊摔死，15只摔伤。那个牧羊人说：“我当场损失8万人民币。”羊就是盲从，谁的声音大我就跟谁走，就摔下去。这是一个新闻事件。但是我们不要盲从，我们要听神的话，因为神乐意对我们说话，乐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。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，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平风浪的事迹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福音3卷都有记载。我特别选最短的一卷，最短的一卷。耶稣讲完天国比喻以后，他叫门徒渡到那边去吧，或者我们可以渡到那边去，因为耶稣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，要到加达拉地去赶群鬼，到格拉森人的地方要去拯救被鬼附的人，我们渡到那里去。加利利海也叫格尼撒勒湖，它是在海平面，如果大家去过圣地，去过以色列就晓得，那是一个山谷，它是比地中海还有低200公尺的这么低的地方，群山环绕，从地中海来的这个冷空气，透过地表的散热，地表散热快，可是海面呢散热慢。这个冷热空气一交汇时候形成极大的风暴，这个风暴来得很急，忽然来了一个大的风暴，大到一个地步呢，船被波浪掩盖，晚上盖被子就是被子盖过来可是那是水就糟糕了，船就要满了水，就要沉下去了。我们晓得耶稣有好几个渔夫作为门徒，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都是打鱼的，都很熟练，他们都吓坏了，没有看过这样的场面。忽然起了风暴，船要满了水，眼看着要沉下去了。耶稣在做什么？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。你说耶稣还要睡觉吗？耶和华岂不是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吗？没错，可是主耶稣是神人二性，妙合于一身，他与我们凡事认同，他限制约束自己的神性，他凡事跟我们一样，他会渴，他会困倦，他会疲累，耶稣会肚子饿，耶稣他睡着了。就在这个情况很危急的时候，门徒赶快把耶稣叫醒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了，你不顾吗？在惊涛骇浪底下，他们赶紧向耶稣求救，他们感到是不是丢下我不管了，不管我们死活了，让我们自己去面对这样的危险的处境。其实在人生风暴中，我们也常常会有这样的疑惑，神啊，你是不是丢下我不管了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我们心里充满压力，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。可是门徒忘了，之前耶稣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。耶稣不是说我们可以顺利利的渡到湖那边去，耶稣也没有说我们可以平安的渡到湖那边去。耶稣只是一个吩咐，渡到那边去吧。我们可以，请问耶稣说可以，是不是可以？耶稣说可以，就是可以。我们容易凭眼见、凭经验、凭感觉，不是凭信心。
我们看见有风暴、有危险，我们就怀疑神话。信心焦急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，信心的开始就是焦急的结束，这两个不能并存。门徒不是不信，门徒是因为对耶稣的作为无知，不是很深的认识他是谁，而且的小信，他们有一点点的信心，但是信心不够。他们觉得一定要把耶稣叫醒，一定要请耶稣起来做事情，才不至于丧命。在之前呢，耶稣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个加百农的百夫长。百夫长呢是一个很好的长官，是罗马人。他有一个仆人病了，百夫长很喜欢这个仆人，他的心地善良，就托这个犹太的长老去请耶稣来救他的仆人，医治他仆人。这些长老呢都很愿意去做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们说啊，这个百夫长他配，因为他对我们见惠他很爱我们百姓，他做了很多好事。耶稣啊，你来做这个事情，因为他很值得。耶稣就说我去，就和长老们一起要到百夫长家里去。没有想到走到一半，百夫长又托他朋友去告诉耶稣，耶稣啊，你不要到我舍下来，我不敢当，我也自己觉得不配去见你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仆人就必好了。耶稣走到一半，听到这样的话，他的心里非常佩服，很诧异，这个百夫长有这么大的信心。百夫长说，我有权柄，有人在我底下，我叫他去他就去，我叫他来他就来，我叫他做这事他就做这事，他懂得什么叫权柄。耶稣，你一句话就好，人不用来。耶稣说，照这个人信心，他仆人好。果然他仆人就好。从头到尾，耶稣和百夫长没有见到面。百夫长很有信心，耶稣一句话，耶稣没有对门徒说，我们渡那里去吧，有没有？不但如此，耶稣还在船上。这两件事情，主与我同在，主已经说了。这两件事情是我们信心的锚，这就够了。如果船翻了，船沉没了，耶稣也丧命了，不可能。耶稣已经说了，可是他们信不过，他们信心软弱，他们小信。信用啊，是一个人的立身行事之本。我们晓得孟子说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”一个人没有信用，他不晓得怎么做人。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信用是对自己以及对别人的尊重。你没有信用，不尊重自己，也是对别人不尊重。希伯来人有一句格言，他说什么呢？少发誓，多做事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们晓得我们常常发了誓做不到，你就多做事，你少发誓。耶稣不要我们随意起誓，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明明不是要故意发誓，取信于别人。你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，你里面有鬼，你心里头不是出于真诚，所以你要发誓，少发誓多做事。中国有个故事说到，曾参跟他的妻子带着小孩到市场去，小孩一到市场就很开心啊，这个也要那个也要，爸爸妈妈不给就哭了，在市场大哭大闹。他的曾参的妻子觉得很烦，就对他小孩说，不要哭不要闹，回家就有猪肉可以吃。当时可能经济条件不是太好，只有逢年过节才吃猪肉。把小孩带回家以后，曾子二话不说就到厨房磨菜刀。他妻子说，你做什么？杀猪啊，你要给孩子猪肉吃，你不杀猪哪来的猪肉啊？哎呀，我这是哄孩子，跟他讲一讲，骗他叫他不要哭就好了，你哪里可以当真呢？曾子就说了，我们如果跟小孩撒谎，小孩将来就不相信，他长大以后呢，他也照样会跟你撒谎。所以他的妻子心在滴血，曾子就把猪给杀了。曾子强调信用，大人讲话要算数，大人讲话不算数，小孩以后也会对你说谎话，而且你讲的话他都不相信。人还常常会违背他所起过的誓，他所给过的承诺，上帝会不会？
神不会，神是信实的，他必然信守承诺。我们的神是无谎言的神，神立了约，神许过的承诺，他绝对会守住。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神不会三心二意，中途反悔。我们渡到那里去吧？不，我刚才跟你开玩笑，没有，渡到那里去就是到那里去。人会忘记，会对许下的承诺有心无力，不能够履行所说的，哪怕签了约都会反悔。可是神的话安定在天，永远不会改变，直到永远。他守约施慈爱，他说了就一定依约而行。在创世纪15章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：“我要把你所走遍的这个地赐给你，而且你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样多。”亚伯拉罕还没有孩子，亚伯拉罕就问神一个问题：“耶和华，我怎能知道我必定得这地为业呢？”亚伯拉罕问神，上帝怎么回答？上帝就照人的方式，人怎么样立约？他说：“你为我取一只3年的母牛，一只3年的母山羊，一只3年的公绵羊，一只斑鸠，一只雏鸽，把它劈开，两两相对，一半对着一半。”这个是人的立约的方式。古代的人没有代书，没有代书可以作证，所以用这样的方式，如果我们不守住这个诺言，我的下场就像这些肉给野兽吃，给天空的秃鹰吃。所以亚伯拉罕这样做了以后呢，就有鸷鸟，就是吃腐肉的这个飞鸟下来，落在死猪身上，亚伯拉罕把它赶走了。然后呢，日头正落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沉沉的睡，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，有冒烟的炉，烧着的火把从肉块中间经过。什么意思？上帝抚救卑微的人，我用这样的方式跟你立约，你相信吧？神还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取信于我们。他是永不改变的神，他用他的大能，他的圣洁，他绝对不会食言。可是神用这样的方式跟亚伯拉罕立约，如果我毁约，我就是那下场。神绝对不会毁约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。约伯最后跟神承认：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。神一定成就他所应许过的话，必要的时候他会介入，他会干预。所以我们绝对信得过主所说的。但是呢，当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，让我们学习凭信心忍耐等候。你看大卫在诗篇里面说：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。神应许大卫做王，到了真正做王过了10多年的时间，9年在逃避扫罗的追杀，而大卫还等候神，因为他知道神说话一定算话。这个忍耐的功课不容易。本人约翰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属灵的名著，叫《天路历程》。天路历程，它是用寓言的方式来描述基督徒的走天路的过程。有一幕呢，天路客跟他的朋友在暴风雨的夜晚，一不小心误入了由绝望巨人所掌管的灰心城堡，跑到这个城堡里面来，绝望巨人就抓住他们2个人，把他们关进地牢里面。然后绝望巨人就问他的妻子：有2个不速之客，他们要往天城去，是我们最讨厌的。我现在把他们抓到了，关在地牢，要如何处置呢？妻子说了，不由分说，先把这2个人痛打一顿。所以一大早呢，绝望巨人就进来，大家可以想那个绿巨人浩克，很壮，然后把这2个人天路客跟他朋友打得鼻青脸肿，奄奄一息。然后再问他太太怎么样，他就快把他们打得这个奄奄一息了。什么？他们还活着，还有一口气。好，接下来去逼他们2个人自杀。所以绝望巨人就打开监牢的门就进来，劝他们2个人。我说2位啊，你们已经半死不活了，何必这么痛苦的活着呢？自杀吧，看你要上吊，要服毒，还是要烧炭。然后就是要他们照着绝望巨人的话去做，就劝他们。
哎呀，他们那天灰心极了，我们走天路怎么这么苦啊？到了黄昏的时候，绝望巨人发现他们还活着，还苟延残喘，不禁大发雷霆，恐吓他们说：既然你们不要死，我会让你们生不如死。恐吓他们。到了晚上，绝望的巨人的妻子又问他是怎么样？那2个人还活着吗？还活着啊！好，明天一早黎明的时候，天亮的时候去搜，他们身上一定还有什么东西支持着他们还能够活下去。在很紧张的时候，约在半夜，天路客跟他朋友呢就一起祷告，祷告到黎明，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，到快黎明天快亮的时候，听到绝望巨人脚步声慢慢的过来了。突然之间，天路客摸到他口袋里面有一把钥匙，这把钥匙叫做应许。这个钥匙可以打开所有铁门，所有监牢的铁门。他说：哎呀，我好笨啊，我有这把钥匙在这里，我们早就可以离开这里了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忍受这恶臭呢？我们为什么还被关在这里呢？我们明明可以早就活得，早就可以得到自由，我们却待在这个充满恶臭的地牢里面。他们就赶在绝望巨人来搜身之前，打开了铁门，逃离了灰心城堡，然后呢，远离灰心，重获自由。弟兄姐妹，不要灰心啊，不要灰心啊！绝望巨人会把你关进灰心城堡里面，因为什么？主与你同在。第二，你身上有一把钥匙，叫做应许。主已经对你说了，主已经对你说了。神对约书亚说：要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。无论你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约书亚想到要带领200万以色列人进迦南地，那里的城墙高大，那里的居民是非常强的，他心里会怕。神对他说：不要怕，我与你同在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与你同在。你看保罗跟希拉，他们看到马其顿的异象，顺服神的呼召，马其顿的异象说过来帮助我们，他们就去。结果不久呢，就被下到监牢里，被痛打，在马其顿，在腓立比被害受苦。约在半夜，他们祷告、唱诗、赞美神，用诗歌、用赞美表达对神的顺服。主啊，是你要我们来的，你会负一切责任。他们祷告完了，唱诗完了，到一半，神就做他的事情。突然地大震动，所有的监门打开了，锁链脱开了，而且由保罗掌控全局，没有一个囚犯逃走。感谢神，保罗、希拉没有羞愧，没有灰心，没有想要自杀。这个禁足醒过来了，看到监门打开，想完了，想要拔刀自杀。保罗说：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哎呀，这个禁足他知道保罗所传的是救人的道。先生，我要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把所有属你的人带来。保罗跟他们传福音，全家人受洗，全家人都很喜乐。感谢神，神做他的事情。我们常常忘了主和我同在，忘了主已经说了。就是当时的门徒，暴风雨来了就慌了。耶稣被他们摇醒了，醒来以后说：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你们不用胆怯。耶稣起来斥责风，对海说：住了吧，静了吧。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。斥责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，它的原文有的翻译成耶稣胁迫风，耶稣威胁风，你给我住了，风就住了。对海说平静了，大大的平静。这个平静不是慢慢的平静，好像一个广告叫飞利浦这个电熨斗，路过之处一路平坦。耶稣用很大的力量把海压平，因为他可以用，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他可以用自然律，他可以解除自然律，不用。我每天早上设定闹钟6点钟，时间一到他就闹，可是我可以解除，他就不会闹。耶稣掌管风和海，
所以呢，他管辖海的狂傲，波浪翻腾，他使它平静，瞬间的平静，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。门徒很惊讶，就俯伏拜耶稣。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。这是唯一能够让风和海听从的。在主耶稣之后，公元1000年，有一位像中国秦始皇那样蛮有权力、统治广大疆域的一个君王，叫克鲁特王。他统治的领域包括了英格兰，包括了丹麦，包括了挪威、瑞典、北欧这些国家。克鲁特王因为大权在握，所以呢，身边就有一群经常说谄媚话的臣子，经常在他耳边说：“王啊，只要你下令，没有你做不到的事情。”天天说奉承话。你知道蜜吃多了会蛀牙，所以这个克鲁特王心生厌烦，因为君王不要听爱听的话，要听该听的话。他就带他的大臣说：“你们带着我的宝座，跟我到海边去散步。”到了海边以后呢，他就要他大臣把他的王位放在海边，他坐在海边看着大海，就问他们了：“我说诸位啊，你们说我只要下令，没有做不到的事情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王啊，只要你下令，大家都听你的。我能不能够对大海下令说不让它前进呢？王啊，可以，只要你下令。”克鲁特王就真的对大海说了：“大海，我命令你不可以再向前了。”大海哪里听他的，继续向前，继续向前。大海，我命令你停下来。大海继续向前，很快就淹到他的脚踝了。继续下命令，不一会淹到膝盖了。还是下命令，大海你给我退回去。大海一点也不听，淹到他的腰部了。所有的大臣站在海水里面泡着海水，个个面面相觑。克鲁特王终于说了：“好了，我说诸位大臣啊，只有一位能够掌管大海，只有一位是全能的，就是能够把大海放在手掌心那一位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你们要听他的，不是听我的。你们要称颂的是他，不是我。”所以有一首很短的歌 ，He holds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。哦，只有耶稣基督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把大海放在手掌心里。我们要称颂他，我们要敬拜他。所以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为什么胆怯呢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”主今天要我们有信心。信心是什么？高度忠于我们所信的这位神，他是诚信真实的。他吩咐了，事情就必定如此，我就这样相信，没有任何怀疑。门徒胆怯，对耶稣认识不够，他们知道耶稣是一位伟大的夫子。如果他们知道吩咐他们渡到那边去的是谁，他们就不需要胆怯。所以他们对主的认识是慢慢的加深。我们也是如此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没有一件他管不到的事情。大水的响声，波浪的翻腾会让我们惊恐害怕，但是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，胜过诸水的响声，洋海的大浪。他一吩咐，这一切就瞬间平静了。今天如果我们深知所信的是谁，而且知道有主在我船上，在狂风巨浪中，我们就不用害怕，因为知道他掌管一切，他是天地的主，我们心能够安稳，我们能够站住，看他要做的事情。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来到红海边，前面红海挡着，后面埃及人追来了，哇，我们完了，我们完了。上帝对摩西说：“叫百姓往前走。”路呢？没有路啊，路在海里。真的海里有一条路吗？真的。你向海伸张，神用大东风让海水一夜退去，吹出一条路来。他们真的下到海中，在海里面走。感谢神，到最后把荣耀归给神，信服神和他的仆人摩西。哎呀，神常常是在最后一个时刻突然做事情。但以理书11章32节，但以理书啊，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。美国归正哲学家巴克
他说，认识神的人会为神大发热心，他会常常想到上帝的伟大，他在苦难和威胁中会显出极大的勇气，他不惧怕，而且他在神里面获得极大的满足，他有神就够了。你越认识神的伟大，你越知道他的信实，你越能够把你怕的事情一件一件交托给他，不用一直忧虑，把你的忧虑化成一个清单。第一个，为这个事情祷告；第二个，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；第三、第四、第五，我把它列成一个清单。凡是这个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把你所要的告诉神，不要惧怕，神与你同在，他已经应许了。寻求他的旨意，很具体的把你所要的告诉神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他曾经救你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他连他的独生爱子都没有舍不得，都赐给你了。他岂会留下任何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吗？耶和华他纪念义人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。所以我们信靠神的大能，心里就有平安。让我们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我们最后看一处经文，作为今天这个讲题的结束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，看神给我们的应许。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。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。好，找到以后呢，我们一同来读这节经文。如果可能，你把它背下来。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，请我们一同来读，请。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；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。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这是神对人说的。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；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。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可是我们常常容易忘记，所以我们对自己说，我们把你改成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不安呢？我不要害怕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；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是我的神。你必坚固我，你必帮助我，你必用你公义的右手扶持我。你看这么奇妙，这个你我一改变，就对自己说：你害怕的时候，你念这段经文好吗？我不要害怕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；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是我的神。你必坚固我，你必帮助我，你必用你公义的右手扶持我。有主的同在，有主的应许，我们就不需要惧怕，而是欢欢喜喜把荣耀归给神，经历他的作为，看见他的荣耀。愿我们都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我们赞美他，归荣耀给他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容易因为凶恶的信息突然来到的坏消息感到惊慌害怕，好像湖面上突然起了风暴。但是主，我们忘了你与我们同在，你掌管一切，你已经对我们说了。主啊，让我们因为知道你在我船上，因为你已经吩咐过我，我的心不用惧怕，因为你会帮助我，你会用你大能的右手扶持我，让我满有信心思想你，在你的应许当中欢喜快乐等候你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在患难之日荣耀你，做你美好的见证。主啊，求主坚固我们信心，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，在一切智慧悟性上知道你的旨意。我们因为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，使我们能够面对任何的患难，我们不会惧怕，而是欢喜快乐的归荣耀给你。愿你赐福你的教会，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